大家好，我是阿正。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遇到过以下问题，就是当你在浴室使用莲蓬头洗澡，想要在混合龙头切换出水位置的时候，发现拉杆非常紧，使用起来很吃力，尤其当您双手都是湿润的情况下，操作起来更加困难。所以今天这支影片要带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现在看到的就是混合龙头，顾名思义，它就是负责混合冷水与热水。它有两个出水口，一个在下方直接出水，另外一个出水口由软管连接到莲蓬头，并由这个小拉杆控制从哪里出水。我要处理的就是这个小拉杆。当您安装了任何一款新的水龙头，它的所有活动部件操作起来肯定都是非常滑顺的，但是时间一久，可能就会发生变紧、影响体验的情况。那是因为在我们经年累月的用水之下，它制造过程中内部涂抹的润滑剂渐渐流失掉了。要解决这个变紧的问题，就必须再次给它润滑。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个有点冷门的产品，就是它。这跟大家在机车行看到师傅拿来喷生锈螺丝的除锈剂不一样哦，差别在这里。食品级润滑剂，这类润滑剂专门用在食品、药品加工厂区，包含其中的相关器械。那为什么非要食品级的呢？因为我们居家饮水，包含料理时的用水，绝大部分都是取自经由水龙头流出的自来水，所以我选择使用经过认证的食品级润滑剂。如果不小心吃到，也不用太担心。即便是装在浴室的混合龙头也一样，因为我自己都无法保证会不会哪天从浴室装了水，然后拿去洗菜之类的。关于食品级润滑剂，这里做一点说明。我阅读了手中这项产品它包装上的警语，上面特别提到，如果润滑剂沾染皮肤或衣物，那要清洗干净；如果误食的话，得要就医。这听起来不就跟一般润滑油一样吗？所以我又查了它通过的认证内容，分别代表了什么意思。查看维基百科的说明，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到 H1 代表该润滑剂可用于偶然有可能与食品接触的位置，并且万一接触到食品，它不会影响到食品的外观与气味。再来 H2 代表该润滑剂可用于完全不会接触食品的位置。它底下还区分了许多其他的等级，我就不多做描述了。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很容易搜寻到资料。将以上的资讯整理起来，也就是说，即便是我手上这罐经过认证的食品级润滑剂，也是应该尽可能不去污染到食品，除非是偶然发生，并且只有一点点微量残留。在如此前提之下，才不会影响我们的食品卫生安全。我在网络上可以轻易搜寻到大量的广告，都声称食品级润滑剂。除了我买的喷雾式以外，还有许多不同形式的产品，大部分都标示经过了 NSF H1 的认证。但是有些广告用词，我觉得可能会误导消费者，会让人以为可以大胆的与食品接触也无妨。所以希望大家在看了影片之后，可以了解到不同的认证等级所适用的不同场景。此外，就我的经验，买了新的水龙头回来，如果手去摸到 O-ring 的话，往往会有黏黏滑滑又像是蜡的感觉。因此我了解到，水龙头在生产时其实都有上润滑剂，但是工厂生产时使用的润滑剂又是什么等级呢？基于好奇，我致电询问了2间知名大厂。首先是 H 厂，他表示无论生产厨房龙头还是卫浴龙头，都一致使用食品级润滑剂。不过他们的润滑剂没有对外贩售，民众如果有需要保养的话，只能另寻购买途径。他还提到，不同厂家使用的润滑剂等级略有不同。我还在好奇会不会有厂家使用非食用级润滑剂呢？无奈不知为何电话就断了，无法继续问下去。不过还是在这里感谢 H 厂耐心的回答我的问题。我询问的另一间是 T 厂，接电话的男士告诉我，他们的水龙头没有使用润滑剂。我当下有点怀疑，并再次询问：您确定没有吗？他很坚定的回答没有。所以我在 T 厂这边就无法取得相关的资讯。当然还有其他大厂，但毕竟他们没有义务给我提供资料，我也就没再厚着脸皮一一询问了。好了，回到我的工作。今天我要替这个拉杆做润滑，并不是拿了润滑剂在它外观上乱喷一通，必须要拆开它的阀芯，针对它实际摩擦的部位去处理。首先拆下软管，
准备一字起子从下面伸进去，这里面有个一字形凹槽，用螺丝起子把它固定住，然后旋转上面的拉杆就可以把它松开。如果您家里的水龙头使用久了，可能用手拧会拧不动，那就必须使用钳子去拧它。如果担心钳子去伤害到水龙头的外观，可以用一些废纸包住，或者用抹布包住，再用钳子把它松开。这边我直接用手把它转开就好。接着我拿钳子把这个部位转开来。现在已经松开来了，但是它里面卡着，没办法整只拔出来。那没有关系，不会影响到我给它润滑的工作，直接把它银色外圈与它的轴心分离。抓牢，小心的慢慢拔。顺利的拔起来了。现在大家可以了解到，这只轴心就是在这个圆筒结构中上下移动，如今变得很紧，就是这里面缺乏润滑。这里还有2圈橡皮，现在我就可以针对橡皮与这个圆筒内部喷点润滑剂，用量不需太多，只要确定有喷到就好。喷好以后把它装回去。这时候您可以拿一字起子从下方伸进去顶住轴心，这样子会比较好安装。我把这里面的螺母也喷了润滑剂，免得日后容易卡死。这样子润滑的动作就完成了。喷好润滑剂，把它活动一下，会发现原本太紧的问题已经排除。测试一下出水有没有问题，也顺便让水带走多余的润滑剂。一切都很正常，简直回到了出厂状态。最后把软管装回去，整个保养工作就这么简单。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